哇！嘿，大家好，我是禹王，欢迎来到最新一集的开箱英文录。今天我们来一次开箱2台1000元级的27寸 2K 分辨率165赫兹高刷显示器。有一句话，虽然最近已经说了不止一次了，但是今天不得不再来一遍啊，那就是今年的显示器行业是真的卷。一台显示器如果具备了刚才我报的那些参数，并且面板还可以的话啊，那么在前2年就已经可以被叫做金刚了，可以卖个2、3千块钱。而现在具备刚才那些参数的显示器，只要1000块钱出头就可以买到了，还不止一台啊，有的挑，他们都宣称自己用了不错的面板。所以这一次我就买了这2台看上去性价比超高的显示器啊，看看哪一台更好用。那么就先从便宜一点的这一台开始介绍吧。啊，它是 KTC 的 H21S12。对，没错 ，KTC 就是之前那个率先将 4K144 迷你 LED 显示器干到5000价位的品牌。这台显示器是27寸 2K 分辨率165赫兹1500R 的曲面，120%的sRGB， 活动价只要1000块钱左右。这台显示器用的是华星的 HVA 快速响应面板啊。传统 VA 的优点是黑得下来，对比度高，色域容易做广，容易做成曲面屏。缺点就是动态响应较慢，也就是拖影会比较明显，还有可视角度不如 IPS。这个 HVA 面板的全称是 High Performance VA 啊，是华星光电自主创新的一种新技术啊，说是可以实现高速的响应。官方标称是5毫秒的 GTG， 这个还是值得来看一下的。还有一个说是1毫秒的 MPRT， 这个就估计还是闪屏来实现的了。它还是 DC 调光无闪屏，估计就是不开1毫秒模式的常规状态下的。它还支持 FreeSync 和 HDR10啊，这台显示器最大的标称亮度是300尼特啊，所以这个 HDR 有没有意义就交给观众们来决定了。这台显示器是雷神 Thunder Robot 的 DQ27F165L， 它也是27英寸 2K 分辨率。虽然它的型号里面有165，它的包装盒上面也写着是165赫兹刷新率，但是商品详情页上面写的是170赫兹啊，所以它有可能是上市之后啊又更新固件超频了一点点。然后它是 Fast 的 IPS 面板，标称是1毫秒的 G2G， 然后首发的活动价是只要1399。这台显示器它还说是10比特的面板啊，这个有可能是抖出来的。最大亮度是400尼特，支持 HDR 啊，100%的 DCI-P3 色域容积，同时还说 Delta 1小于2，但是这个 Delta 1也是没有说最大还是平均。它还支持 sRGB 色域受限功能，在 Windows 下使用时会更加的方便啊。最后它同样也是支持 FreeSync， 所以虽然它的价格要贵几百块钱，但是它有着更好的面板啊，所以性价比依然是非常高的。那么这2台显示器的对比应该就是比较有意思的了啊！这个 Fast 的 IPS 面板和新出的 HVA 面板的显示效果有多大差距，我也是非常的感兴趣。是这台贵点的它的显示效果有着1眼的提升，还是说这台便宜点的实际上也够用呢？好，那么来开箱，还是先从便宜这台开始。包装上没有特别的，就品牌、型号这些简单的啊。侧面有一个快响高刷，其他就没有什么特别的了。哦，开箱。这里有简单的安装说明啊，先组好支架，再把显示器挂上去。安装以及一些功能的基本说明。这一面向下，然后抽出来。哦，这里还有一个战役必胜，一张卡片，DP 线、电饭锅线，配合这个电源，一个盖板。保修细则，还有一个螺丝刀啊，挺有意思的。这个装一下显示器支架，金属的，螺丝在这里。为什么我们的工具老是会跑的？刚刚我拿着的那把螺丝刀呢？好，继续拿出本体。说起来，因为我自己是有视频剪辑的需求，我好像一直没有买过这个曲面的显示器。可以了，可以了。安装还是比较简单的，刚刚没有卡到位而已。送的这块板应该就是用来将背后补平啊，用来方便安装 V 洒支架的。好，接下来开贵点的这一台啊，这个包装稍微花哨一点啊，比较多的图案。侧面有基本的参数说明啊，刚刚大致都已经介绍过了。好，来开箱。哦，
要先放下来，也是 DP 线。校色报告啊，这个 delta 1小于2，它果然是平均的。支架应该也是金属的吧？哦，这个支架就帅一点，而且能看到它是支持这个升降啊跟转动什么的，还是手拧的螺丝。它是内部金属，外壳塑料。电饭锅线哦，好像没有外置的供电器。使用产品前，请仔细阅读本使用说明书。好，量子阅读法看完了，卡片、售后啊什么的，合格证。支架的安装同样是比较简单，也是可以了，也是要多卡几次，确保这个卡扣卡到位才可以。也是有自带 V 扫的螺丝孔。好，那么接下来看一看这两台显示器的外观。第一台是 KTC 的 H27S12，这一台是曲面屏，是1500R 的曲率啊，算是比较适中的一个弯度。上左右三边是经典的 ID 无边框设计。下巴不到1指宽，不过下巴的左右两边有一点缝隙，会比较容易积灰。因为这个弧形后盖的原因，侧边看上去还是挺薄的。背面画了很多的线条，还有这个散热孔的设计，整体看上去就非常电竞的样子。控制按钮在右侧接近中间的位置啊，差不多就是手摸屏幕时习惯放的地方，操作时的手感还挺舒服的。但是因为它这附近有比较多的线条，而且做了一个凹陷，摇杆它没有突出于表面，当你不看背面啊，伸手去盲找的时候，可能就没有这么好找。和之前测过的 KTC 迷你 LED 显示器一样啊，是通过单个5项的摇杆控制开关机以及全部的菜单选项。菜单的设计比较符合直觉，所以虽然只有一个摇杆，但是使用起来并不会觉得繁琐啊，整体的操作还是比较人性化的。支架只能调整俯仰角，不能调整高度和旋转什么的，不过稳定性还可以。注意 H27S12有2款，只有搭配这个叫做金字塔底座的不能调整高度的版本，它才是 HVA 高性能 VA 面板。总之，仔细看商品详情页。视频接口它提供了2个 DP1.2 加一个 HDMI 2.0，看别人说这里的 DP 接口其实是1.4的速率啊，反正我们测试了 2K165，没有出现跳帧的情况。这里的 USB 接口只是用来升级固件的，并不是 Hub。不过作为一台1000块钱的显示器，还给你留了升级的可能性，还是挺有诚意的了。过来是雷神的 DQ27F165L， 这一台就是常规的直板的屏幕，然后还是3面 ID 无边框加1指宽的下巴，反面也是做了电竞风格的设计啊，这几条它不是灯来的。控制按钮也是单个的5项摇杆，放在了靠右下角的位置，而且它是突出于表面的啊，使用时比较容易找到。但是它的这个菜单操作却没有 KTC 的那么符合直觉，它的1、2级菜单是向右拨进入，向左拨返回退出。但是当你进入到亮度调节等子项目的时候，虽然它这个条是横向的，实际操作却是上下波动摇杆啊来加减。而且它周围没有操作的提示，第一次进到来就会觉得莫名其妙的。支架的功能比较齐全，除了基本的俯仰角以外，高度的调整以及旋转都是支持的，不过对应的稳定性一般般。接口这里有一块磁吸的面板，加上支架底部的这个缺口，理线会比较的轻松。电源还是内置的，只需要1根线就行。视频接口提供了2个 HDMI 2.0和1个 DP 1.4，我们在 DP 接口下进行了跳帧测试，同样是没有问题的。通过工程模式可以看到2台显示器的面板型号，雷神那边是经典的 K71 原生8比特，抖动10比特，支持硬件绿蓝光。KTC 这边则是他们内部的面板编码，从别人的视频那里确认到这块面板应该是 SG2701G02-2。2台显示器测得的最大亮度分别是300尼特和350尼特，雷神那个400尼特是要在 HDR 模式下才能触发到啊，反正很多人说 HDR 400无意义啊，也就懒得补测了。过来是色域容积和色准，首先看一下 KTC 这边，在6500K 常用色温120尼特常用亮度下 ，KTC 这台显示器测得的最大色域容积超过120 RGB 啊，因为是广色域屏，所以默认状态下 sRGB 的色准肯定是不太行的。不过好在也不算偏的太多。看色域覆盖是红绿黄都超了一点，蓝色又少了一丢丢啊，大概又是为了护眼吧。校准过后 sRGB 倒是能显示得挺准的，毕竟覆盖得还是比较完全。
广色域对普通的手上没有校色仪的 Windows 用户来说，优点是色彩比较鲜艳，缺点是显示效果过饱和、不准确，就好像现在的安卓手机开了鲜艳模式那样。因为 Windows 桌面以及大量软件都不支持广色域。每次做显示器评测都能看到很多人问屏幕怎么样校色，实际上你需要去买或者是租一个校色仪才行，光靠软件和肉眼是校不准的。校色的过程倒是很简单，用校色仪官方提供的软件就可以了。我们平时测量屏幕色域、色准也是用的校色仪，我们的型号是 i1 Studio， 测量软件是 DisplayCal， 比官方校色软件要麻烦很多。KTC 这台显示器的色温模式里面有一个 sRGB 选项，当然开了之后并没有启动色域线索功能。然后看一下雷神的显示表现，还是6500K 色温和120尼特下，实测 DCI-P3 容积是 91% 多一点 ，sRGB 容积接近 130%，因为也是广色域屏，默认设置下就不纠结 sRGB 色准的问题了。如果将亮度和对比度拉满的话，色域容积会变大。K71 这块面板随着亮度下降，显示效果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另外，雷神这台显示器官方宣传是100% DCI-P3，我们自己测试到不了的。看 K71 在屏库网上面的参数也是只到 92%。后来问了一下厂家，说是标准差异的问题。我们和屏库网是用的 CIE-1931，厂家说他们用的是 CIE-1976 标准，就当做是真的吧。雷神这台显示器比较好的地方是它自带有 sRGB 模式，开启之后色域确实是缩小了，校准前 Delta 1最大 3.0 几，平均不到2还算可以，就是白点有一点偏。校准后的表现还能再好一些，这一个对于 Windows 用户就相当实用了。然后它还有一个 DCI-P3 模式，校准前也是偏的比较多，开启最高亮度和10比特并校准后 ，P3 色域可以去到最大3多一点，平均不到1。真有广色域需要的用户在校色后也是可以用的。再过来是对比度 ，KTC 这台是 HVA 面板，所以对比度的表现会比较好，接近3000比1。而雷神这块 K71 Fast IPS 面板有一个很神奇的情况，随着亮度下降，对比度也会下降。最大亮度时大概800比1，120尼特常用亮度下就只有300多比1了。研究一番之后发现，雷神这台显示器在降低亮度之后，最暗的黑色部分的亮度并没有同时下降，还是保持着差不多。通过灰阶图可以看到 ，KTC 的 HVA 那边暗部是足够深沉的，而雷神的 K71 这边暗部则是一片灰色。播放有黑暗场景的画面时 ，HVA 这边明显画面对比度足够的高，暗部黑得下去，画面质感更好，更通透一些。而雷神这边就会显得更灰一些，当亮度降到120尼特之后，差距更加的明显。不过雷神这边有个好处，就是游戏时黑暗部分的细节被提亮了，像玩吃鸡类游戏就能帮助你发现躲在角落阴影里面的老阴逼。当然，其他显示器也可以调整显示参数来提亮黑暗部分。另外，有些人说 VA 屏对比度高，所以看文字更清晰一些不过我们仔细看了一下，包括放大特写，感觉其实差不了太多。均匀度方面，两台都比较一般，最大偏差都到了10%几，主要是最边边那一圈。这次还测了可视角度对比，这一块就明显是 IPS 的优势了。HVA 这边角度稍大，就能明显看到泛白发灰的情况出现，而 IPS 全程颜色变化非常小。还有漏光的测试也做了，在暗光环境下让两台显示器都显示纯黑色，这里 Fast IPS 显示黑色不够黑的问题就特别明显了。漏光嘛，我就没有见过不漏光的 IPS， 这里是为了看见漏光调整了相机的曝光设置，正常环境下肉眼观看没有这么明显。然后 HVA 那边可能是因为曲面屏的原因，弯折的地方有一点类似漏光的情况出现正常使用下同样也是影响不大。再过来是游戏相关的响应和拖影的表现，这里雷神要开超频才能到170赫兹，而且帧率和拖影关系不大就算有关系，5帧的差别也太小了。总之这里都是统一在165赫兹下测试的。我们的技术小哥非常细致的将两台显示器各个模式下的黑白上升和下降时间都测了出来，会给它加鸡腿的。可以看到 HVA 的响应速度对比传统 VA 已经好了很多，单从数值来看已经赶上一些比较好的 IPS 面板了。不过 OD 开到高之后，从曲线还是能看出存在过充的， OD 开到中的时候倒是比较正常。而 K71 这一块 Fast IPS 的表现还是要更好一些，特别是下降时间，也就是白转黑的速度特别的快，1毫秒都不到。从示波器的记录可以看到，真的就是几乎直线下去。顺带提，上升和下降时间按照业界标准是记录变化的10%到90%这个阶段的时间这里都是这么设置的。另外 K71 即便 OD 开到最高，也没有肉眼可见的过充情况出现，所以雷神这台显示器在电竞游戏用途真的是非常的不错。
以及比较有意思的是，两台显示器开到 sRGB 模式之后，响应时间都有一定的缩减，这里可能和不同模式的最大亮度有关。除了示波器的黑白闪烁理论测试之外，我们还用高速摄影机录了屏，看一看肉眼看上去的显示效果差距。然后发现，虽然新的 HVA 面板响应速度上去了，但依然存在着拖影变色的问题。黑色的文字会先变绿色，再慢慢变白，别的颜色也是会变化。所以虽然拖影存在的时间不长但即便是在正常速度上看，还是比较显眼。而 IPS 那边颜色变化时的过渡是非常均匀的。除了网页滚动，我们还用电竞游戏 CSGO 做了测试，这也是通过控制台输命令，让视角按统一的速度进行了旋转。高速移动下，细节显示包括文字，两台都还是比较清晰的。但是 HVA 在颜色反差较大的边缘，还是能看到一点变色的情况。另外 KTC 那个1毫秒模式，不用说也是通过闪屏来实现的，就不用太纠结了。好，那么来到总结时间 ，KTC 这一台的 HVA 面板在响应速度方面已经是比传统的 VA 强了很多，但还是存在着一些 VA 原生的缺点。好处就是对比度高，画面表现上会好上一些适合游戏和电影5.5K 的用户。曲面屏这个东西嘛，就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就不算到优缺点之中了。雷神这台 Fast IPS 的显示器则是电竞游戏的表现比较强 ，K71 这块面板的响应表现确实是比较的好缺点就是对比度方面的问题了。看电影以及玩以画面为主打的3A 游戏的话，开个 HDR 大概可能也许或者会强上那么一点吧。总之这几天试玩下来，这两台算是各有特色其他的像支架和功能这些就符合他们所在的定位都是对应价位上性价比相当高的显示器，大家看预算和需求来选购吧。可以到评论区说一下你更喜欢哪一台。好，那么这期的影片就到这里了，如果喜欢的话，记得点赞和评论支持一下。喜欢中间顺便点一个订阅，就不会错过后面的精彩内容了。我是一王，下次见，拜拜。